大家好，我是子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4月底的菜地种了些什么，为什么一定要种过冬的鱼甘蓝，5月份准备种什么。首先是我的粗韭菜，这个韭菜呢，今年头把韭菜5天以前割了，好粗哦。割了不到一半，又长起来了，很嫩。很多人问我的韭菜怎么会这么粗的？第一个是因为品种是粗的韭菜，第二个呢，原因呢是我割的不是很勤。假如你的韭菜啊经常割的话，你就要经常的追肥。这里呢是 beets， 按照半尺的距离种的。收了以后，我可以种夏菜，我也可以当中拔了以后再晒一个西红柿啥的。beets 叶子也是可以吃的，到时候也挺好看的。beets 的距离呢半尺，然后生菜呢距离是1尺。但是后来发现了，像 Gain Ground 那个 farm 他们就是 beets 和生菜套种，这样的话呢，空间利用率就更高。而且我发现这个生菜吧，裸露在全阳的条件下不是很嫩，它有一点 shade 可能还好一点。这个套种的方法是非常不错的，我明年也要试一下。就是 beets 一排，生菜一排，很好的利用这个空间。再过来呢是后面我是种了雪豆，雪豆还是甜豆，是用这个纸链整个种下去。它们的距离就是1到2寸吧，有点密了好像，但是还可以，就试试看啦。然后我在前面呢就种了莴笋和生菜。莴笋需要距离，我一开始就把距离留出来了，当中和前面有空档呢，我就种了耐抽苔生菜，意大利生菜。那以后先把生菜吃了，或者移栽到别的地方去。那以后这块地呢，莴笋拔掉了以后，我就可以种西红柿。西红柿今年通通是上架，因为我有一个平顶架往上爬。吊蔓种西红柿就不用西红柿垄子了。生菜和莴笋都是先室内育苗的。我们发现就是室内育苗的话，因为室温比外面的温度高，所以种出来的生菜莴笋啊反而就大一点。而且因为它抗冻吧，所以我可以早一点下地。现在这些莴笋就很 happy， 很快就能收了。那你早一点育苗，早一点收，最后也可以早一点种西红柿。这个地方是我撒种子直播的冬豌豆，就是 Austria Winter Pea。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我发现这个品种啊，可能还没有另外一个品种，就是我去年在 True Leaf Market 买的那个种子叫 Field Pea， 当时是直播的 Christmas 以前这个地空出来，我直播的就没有管它。那现在就可以吃豆苗了。那这个地呢，假如需要的话呢，我就可以种西红柿。这里呢是种的白菜苔，这里种了2种白菜苔，一种呢是芽多多，颜色比较淡黄色一点的，另外一种呢是多苔1号。今年我尝试的2个品种，现在看起来啊，这个多苔1号不仅长得好，而且好吃。它的苔啊比较甜，比较嫩，可以生吃。如果你种得好的话呢，这个主苔割了以后呢，这侧苔出来还是蛮壮的，手指那么粗。所以这个品种我非常喜欢的，又好吃又长得好，那个苔又比较粗。你看这个也是摘过，主苔很粗的，那侧苔出来有3个。这个叶子也很好吃，但是你要把这个苗啊培养大一点再种下去。我今年的比较实验就是，你要是
分的时候晚的话，就长了不好了。大的苗下地，然后保温，盖一个浮纺布，这个菜就长得很好。那个芽多多呢，叶子看上去非常嫩，有的时候这个鸟都要把这个叶子啄破那样子。它的芽的确蛮多的，一下子就很多。它这个主苔割完了以后出来，的苔是多一点，但是呢苔比较细，而且它的味道比较淡，所以这个品种呢比较下来，我觉得还是多苔一号，值得种了。很多朋友问，菜地种满了春菜，那么夏菜什么时候种哪里呢？这个很简单，你拔掉一些就行了，把弱的苗拔掉一些，地方就空出来了，或者已经可以收获的时候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拔掉，可以再种一排低矮的菜，或者是你空在那儿，到时候再种夏菜。后面种的呢是蚕豆，这个蚕豆你看已经开始有花了。我是2月底的时候开始育苗的，后来移栽过来的。这里种了4棵，当时早春的时候保护了一下。这右边的这几棵没有保护，就稍微小一点。右边这2棵是 Windsor， 就是我前几年种的一个品种。那左边的那6棵是今年尝试的一个新的品种，是更加抗寒的，明年试试看过冬。这个后面呢是我去年没有拔的大蒜，那现在可以接苗吃蒜苗了。你可以留一个比较大的在那儿，也可以等到它蒜苔起来了以后再把它拔掉，然后留一颗让它长蒜头。那今年假如不拔的话呢，明年又可以继续。假如你这个菜地没有蒜区的话，就可以一直这样种。然后你在边间的话呢，就不会影响种其他菜。它种在一起的那个蒜苗还是蛮粗蛮大的。有一年我做过比较实验，就是大蒜不拔，第2年出来的蒜苗比单个的种的可能呢还要嫩一点，更加高一点。因为就像育芽苗菜一样，没有光或者是为了抢营养，它就会拼命的往上长，那个叶子反而就嫩。所以你要吃蒜苗的话，你这个大蒜要种的挤一点。如果你要留蒜头的话，你要让它一个一个分开来单独种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最早一批下地的圆叶或者是宽叶的紫莴笋。那右边呢，紫箭莴笋。紫莴笋呢，它耐寒性好，比较适合早春种植。你要早一点收获的话，先种紫莴笋。之前这里是种的小松菜和无他菜，抽苔抽完了以后就拔掉了，我就种这个是西兰苔。西兰苔有几个品种，我这里这个不是西兰苔，我这个是 Apollo， 好像是更加接近菜苔的那个品种。有些品种呢更加接近西兰花。那我在前面呢种的是撇兰，撇兰是3月9号的时候育苗的，然后种了一排。这2个品种到后来比较容易招菜青虫，所以我种在一起，到时候可以搭一个临时的拱棚，就把它们罩起来，可以防虫。然后这里过来你就可以看到我冬天的这个拱棚。冬天原来这里边的拱棚吧，现在都也长满了菜了。原来这个右边是苏州青、黄心乌这些过冬的菜，后来呢因为有根种病吧，我就换了菠菜。现在呢都种上了莴笋，距离拉得比较开的。拱棚的外面我也种了莴笋，这个有点密了，到时候反正再间苗就拔了吃叶子吧。那这2排的当中呢，我留了空档，准备种西红柿。
这些菠菜是春天的时候把黄心乌摘了以后，种的，移栽过来的。现在你看，因为我种的比较开，每一棵就长得很好，现在又可以接苗了。接苗就可以接下来长得更好，更加大一点。春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虫眼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浅叶蝇了，所以种菠菜一定要把时间掌握好。一年四季里边3季是可以种菠菜的，夏天不要种。菠菜的耐寒性特别好，所以春天、秋天、冬天都可以种，就是夏天不要种，味道也差一点，容易抽开花。菠菜接下来的苗很好吃。去年秋天这个地方是种满了乌塔菜，乌塔菜过冬呢，应该裸奔也能过冬，但是因为塑料布盖在乌塔菜上面，反而就不好了。所以去年的冬天我很早就拔掉了。现在呢，种上了韩国生菜。去年秋天的时候，我有一些苗，一个是 Red Sales， 一个是韩国生菜。分享给菜地的朋友，他们呢种了以后呢，很多裸奔的也过冬了，这个耐寒性还不错的。在我的菜地反而就没有过冬，所以紫色的莴笋也好，生菜也好，那个抗冻能力就比绿色的要好一点。这个如果你想试试做过冬的抗寒实验，这个可以试试这个紫色的生菜。韩国生菜是今年3月初的时候育苗的。那后面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今年试的 Field Pea， 现在可以摘豆苗吃了。这个豆苗现在把这个地都已经 cover 住了，看不到地皮了。那我如果要在这儿种黄瓜、种夏菜、种其他东西，只要把这个豆苗剪短，然后挖一个坑种下去就行了。这个是很好的 cover crop， 但是呢又可以吃豆苗，很不错的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过冬的鱼甘蓝和菜苔，吃也吃不完，摘也摘不完。鱼甘蓝呢，我留了2个品种的俄国鱼甘蓝，这个是齿形的，这个是宽叶的。这个齿形的呢，叶子瘦一点，苔好像不少。大家有一个问题，我这个菜苔怎么收啊？假如是有很多菜苔的话，下面没有侧枝的，你就可以割的下面一点。你看到有这个侧苔的，你可以找一个点比较嫩的点就割掉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割了下面一点，它以后的苔就是从比较下面的地方上来。刚开始就一个主苔的话，你就割得高一点，让它下面的侧苔就出来，变成主侧苔。如果你同时有很多的主侧苔，那你就可以割得下面一点。最后呢，你要营养要跟上，这里这么多苔马上要上来了。植株长得好的话，它的苔又多又好又高。但是种一棵德国芥蓝占的地方不小，消耗的能量也不少，所以你的肥一定要跟上。这些德国芥蓝，你看，就那么几颗就长得很大了，可以吃一段时间了。我在上一个视频里边说，不用种春菜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有足够多的过冬的鱼甘蓝，就足够吃菜苔了。整个春天就有吃不完的菜苔，你就不一定需要重新种春菜了。这个呢，我菜苔就割得比较高，这一棵长得还是不错的。就是看到苔高出你的大部分叶子的时候，你就要收了，不要等它开黄花的时候，就影响它的口感。像这个每天你就过来看一下，这个要收了，这个还可以再等一下。然后呢，这边你一看就是大部分的叶子上面，这个就要收掉了。你看这个苔有很多的侧苔，你可以这样收，也可以下面收。一般我就会收到稍微下面一点，然后
还有底下还有侧台的地方，这样剪就是还比较嫩的地方，一般是2/3到1半这样的位置啊。你要低的话也没有问题，我这一颗之前短视频里边秀给大家的都是割的比较低，这里都割的比较低呢。现在它很多还是从底部上来的新的台，你割的低的话，它可能底部会上来；你要割的高的话呢，它就有侧台从剪断的那个地方往上走。所以这个过冬的鱼甘蓝非常值得种，你种上几颗，春天就有吃不完的菜苔了。而且菜苔比叶子好吃，你摘一点嫩嫩的回去，就直接我都生吃过，生吃也很好吃啊。它这个味道有一点芥菜的味道，很好吃，香香的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掰断的地方，它还可以有芽，可以再出来，你就不断的收，很棒吧？这个就比你春天的时候种白菜要收获多，比较少操心，因为你就每天来的时候摘一点菜苔回去，煮面条、炒菜、stir fry 都可以，很方便，干干净净的，不像你尖苗菜苗尖下来的话，都会要洗半天的时间，花很多时间的来洗半天。你看这个太好了，今天回去又可以不用做饭了，不用炒菜了，就可以放在汤里边就吃了。这里是另外一种白菜苔啊，也可以摘了。白菜苔可以，你过冬的话呢，养的比较壮的话就会比较好。这个地方我去年是堆肥的，下面营养比较足，然后左边的地方我一袋鸡粪放在下面，到时候是种丝瓜的，后劲会比较足。这个地方也是后面堆肥了，所以现在这个苔就比较给力，也是很嫩的。白菜苔就喝完了就没有了，这是最后一些白菜苔，我一般都连根拔了。这个看看还能不能长，我之前剪过一个主枝，现在是侧枝，过2天想来吃再采一点。这个韭菜也要割了，这个韭菜细的韭菜也要割了，很高了，就是来不及吃了。春天的菜来不及吃了，所以种春菜也不需要。但是种了春菜呢，选择多一点。看一下菜地，现在是4月28号的傍晚，菜地很安静。